因為你如果今天買股票，比如說你透過複委託什麼，如果台灣真的發生什麼事，你這個東西很難帶走，對吧？但是如果今天是黃金，有機會，對吧？你可以帶出國，然後呢，各國都會認證這個黃金，對，不需要再對你做什麼 KYC 個。但是呢，黃金的前提是你要帶得走，而且它非常的重。但假如說你今天要帶的高資產的話，那就必須要用到比特幣，那也是一樣，全球都認證，到哪裡都可以換成現金，所以。在這邊的話，你來比喻它跟股票就又有點不一樣，對，因為你隨時可以帶走它，然後它的價值性就会體現出來。那所以它今天就算跌個20-30%，你也不用太擔心。為什麼我喜歡跟房價比？因為其實房價一直在跌，對吧？但是呢，你看不太出來，因為它只有交易的時候才能被看出來，尤其它有實價登錄這邊更明顯，對吧？可是你必須要能快速的出貨，但是房子跟 NFT 有點類似，對吧？它很個人偏見，地理位置也很大的影響，對。然後呢，這棟房子有沒有什麼問題也有很大的影響。可是比特幣就不是了，比特幣就是你隨時要出，它都長一模一樣。所以那時候很多人在買 NFT 的時候，你幹嘛買 NFT？買比特幣還好。很多人會說，我持有100個什麼 NFT， 那沒有意義。你今天持有100個比特幣才屌，你懂我意思嗎？所以說，同樣的，你今天如果願意花幾千萬台幣甚至於幾億台幣去買房子的時候呢，或者可能是你第2件、第3件的話，那你要想，今天如果你可以持有 Bitcoin， 那是幹嘛？大家好，歡迎來到區塊閃閃 Crypto 節目。今天是週五，我們看到綠色的，讓我們有一個美好的週末了。All right，比特幣來到了72000美金，現在大概是71889，所以它在測試。那如果我們能繼續往上的話，有可能會破這幾個月的新高，並不是全部的新高，當然可能是這幾個月的。那這幾個月一直來這樣子震盪，對，要降息不降息，反而還要變升息，希望這個俄烏戰爭可以停止。還跑出一個美伊戰爭來，所以市場是處於一個極度恐慌。但是也有非常多好消息，比如說今年可能會有歷史來最大的3大 IPO 之一 ，SpaceX 1點多兆美金，這個 Anthropic 就是 Cloud 的母公司 ，OpenAI 也就是 ChatGPT 的母公司，都有可能在今年會IPO， 所以今年的股市還是非常非常的瘋狂在這邊。那巴菲特老爺子也是去年還有前年都提早這個出掉了，比如說他美股的這個持倉，包括像是 Apple 的持倉。那也有說，他可能覺得他賣得太早，但沒關係，如果真的市場來到一個他覺得不錯的位置的話，也有可能進場。對，所以我覺得市場都處於一個感覺最壞的都已經過去了，或者還沒到嗎？We don't know。那我們看到原油，我跟你講，說在我之前是不是有提過，就是說我在當然如果有交易原油的人應該都知道，在2020年疫情的時候，原油有暴跌過對，歸零嘛，因為大家就是待在家裡就不開車了，對。然後呢，那一次是我第一次交易原油，然後呢，我記得那一次還用了幾個不同工具，反正就很麻煩，創造什麼我都覺得超麻煩。那現在你可以直接在哪交易？你可以直接在 Lighter 上面交易原油。那很簡单，你要做空做多，就在那裡給你做選擇哦。对，然後呢那除此之外你如果不想要在 Lighter 上做，你也可以去 Hyperliquid 上的一個平台叫做 Trade.xyz 上去交易。然後呢，也有非常好的这個，我不能說非常好的流動性啦，但是我覺得對於一個如果你交易量沒有非常大，可是你又想要有原油這類型的 exposure 的話呢，這兩個平台可以讓你基本上不用 KYC 就進行去交易的，所以我覺得今天推薦還是這兩個。那 Trade 是說會有未來可能會有空頭嘛 ，Lighter 則是呢說它可能會有第4季的這個空頭出現，應該算是第3季吧，第3季還是第4季的空頭出現，所以我覺得都是還值得期待的。那這兩個項目呢，我覺得都算是表現好。那當然 Lighter 呢，跟 Hyperliquid 比起來是差很多 ，Hyperliquid 都已經來到了快要400億美金的這個全攤體的估值哦。Lighter 則是從最低點回來到了1塊錢，是10億美金的估值。所以如果我們來跟 Hyperliquid 比的話，可能還有個40倍哦。那你們也可以去看它的 PS 或 PE ratio 市盈率來決定說 Lighter 是不是一個好的選擇。當然，我覺得它的 DNA 上還是強，就是呢，它跟這個 Telegram 合作。那他的投資人比較知名的就是 Peter Thiel 嘛 ，Founders Fund。那我們也希望說，他有沒有辦法透過這邊的 DNA， 透過這邊的這個聯繫，來獲得到 X 的支持哦，那就是 X Finance， 對 ，X Money， 那就是推特嘛。那個就會是很瘋狂的一個合作。那 Lighter 跟 Hyperliquid 本質上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Hyperliquid 是，我們可以各種的支持你，那你要建立在 HIP3 上面，然後你必須要了解 Hyperliquid 如何運作，你必須要了解怎麼使用 HIP3，你必須要持有 Hype 代幣去質押。然後開發自己的產品在上面的。那 Lighter 則是不一樣 ，Lighter 則是它沒有 HIP3，但是假如說你今天想要用它的 Order Book， 你想要用它的 Matching Engine 的話呢，那
Lighter 可以去幫你開發，然後來做合作，來一起分這個 fee， 來降低你去研究怎麼創造去中心化的期貨平台。對，那這時候呢 ，Lighter 就可以跟 Telegram 合作 ，Telegram 就不太需要去了解，他就直接幫他做好，來一起創造這邊的這個收益。同樣呢，如果今天是X 要做這個去中心化期貨平台，看要做任何代幣交易上的跟加密貨幣相關的話呢，那這個平台就可以馬上去做合作。所以我覺得還是有很多的希望在 Lighter 這邊哦。好。那我們來看一下Gemini 怎麼說截至今天比特幣突破了73000的這個壓力區哦，現在在72000附近震盪多空的拉鋸這個某金魚在71000的時候呢開出了2200枚 BTC 空單，目前處於浮虧的狀態。那如果能守住72000，市場將有機會挑戰歷史前高。那就是說歷史前高，反正如果跌破，這可能補回昨天的漲幅哦。好，以太呢補漲與空頭獲利哦，相較於比特幣的強勢，以太幣在2250附近遇到阻力，目前價格在2150到2200之間。有趣的是，部分巨鯨的 ETH 空單目前反而是這個浮盈狀態。其實我跟你講，大部分以太現在做空的人哦，就是我說從去年開始做空的人，開始慢慢的收單。因為開始這個 EV 可能出現反轉，就會覺得說，要以太繼續跌，那我不如現在開始止盈了，差不多 take profit 的時間了。對，那核心因素還有什麼？地緣政治脆弱的停火，美伊達成2週臨時停火協議，是目前支撐市場信心。主因是分析指出，市場已消化停火的利好，如果後續沒有更進一步的和平進展，情緒可能轉向謹慎。Morgan Stanley ETF 校園現貨比特幣 ETF MSBT。正式交易後的第2天機構資金持續流入，正在改變市場的流動性結構，為 BTC 提供較強的下行支撐。這邊要講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實大家在看我們直播的時候，也是2016年到現在過了10年了。從比特幣只能透過中心化交易所到去中心化交易所，到各種的基金，像是灰度，到最後呢變成ETF 上線了。其實整個比特幣的流動性結構一直在變化，包括後來出現 MicroStrategy 微策略來大型的購買比特幣的時候呢，我們就發現一件事情。就是呢，比特幣已經不像是以前了，就是說，幾個大鯨魚控制，當然還是有，但是呢，影響力已經沒有像以前來的大了，對，所以說比特幣只會越來越去中心化，然後有不同的機構進入，那這些機構所要控制市場的成本只會越來越高，那它成為去中心化的可能性就更大。那我们來看一下 Strategy 現在的這個持倉 ，Strategy 總共持有大概766974枚的比特幣，全部在鏈上你可以看到，但是它持有的地址其實分散，所以其中一個事情就是大家不知道 MicroStrategy 到底持有多少比特幣，但是可以從它公布的這個法院的報告來看的話呢，可以知道說，大概是這樣子。那這樣的市值大概是550億美金的比特幣。那有幾個網站呢是可以確定說貝萊德還有像是美國政府持有的比特幣量，像是在 Arkham 上面可以直接看到 BlackRock， 我們這邊把這個連結放在這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也了解 Arkham 是什麼。那 BlackRock 持有630億美金等值的加密貨幣，其中有560億美金是比特幣，66億美金是以太幣。那如果我們來看白宮的話，白宮則是持有大概230億美金等值的加密貨幣，這邊最主要就是比特幣占230億5900萬美金，然後呢以太呢則是1億3200萬，其他就是穩定幣了，這可能是他們這個圍剿拿過來的加密貨幣 ，I don't know 是哪裡來，但主要就是可以看到說，美國持有這麼多的加密貨幣，在整個下行的市場的時候也沒有出貨不像是德國政府或其他政府這樣子，所以他們並沒有在交易，也不太在乎這個，可能就是長期看好數位黃金，包括貝萊德也是。所以當你在決定說市場是要轉向還是繼續下去跌的時候，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跟我10年前炒幣的時候不一樣的是，我們不會那麼緊張，就是大家把它看成是一個短期的倉位，而是這是可能長期的戰略布局，不是只是單純長期倉位。戰略布局就是說，美國畢竟有全世界最大的黃金儲備，各國的黃金也會存在美國，對，在紐約在其他州那如果他要持有一個數位黃金的儲備的話呢，他就必須仰賴除了美國政府以外，他必須仰賴其他的私有機構，對，包括像是貝萊德，包括像是微策略，对，所以這2家公司基本上有個保護傘。你可以去想一下，你今天如果是 MicroStrategy， 你不太擔心這件事。當你看到美國政府有一個加密貨幣友好的方案，跟他們2黨都看好比特幣跟數位黃金的地位的話呢，那就可以知道一件事，就是微策略也出現了一個大到不可倒的現象。如果他今天真的出現什麼問題，那基本上美國政府可能就會把它整個收過來。因為你要記得，比特幣
最後的總流通量就是在2100萬枚，所以誰可以持有10%、20%，那你就會控制整個數位黃金的走向和它的定價權，對。所以我覺得美國政府真正很大一部分就是想要控制大部分的 Bitcoin， 對。那我們看到在貝萊德這邊它是78萬枚，對不對？然後呢，那就代表說3%多以上的比特幣流動在貝萊德這裡。那我們來看微策略的部分。微策略的話呢，也是差不多是76萬6千多枚哦，所以也是一樣控制了3%多左右。所以我們可以大膽推測，就是美國整體可能持有10% 的量。如果我們說中本聰也是美國的話，那可能更多。所以在這邊來看的話，我覺得不用太擔心，就是你在現在這個價格，或者再下去一點價格，甚至於5萬或6萬的時候去購買 Bitcoin， 它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如果今天你去買房子，對不对？你可能會覺得，房子或者其他的，我们說其他股票好，以房子為主來作為一個單位的話呢，因為有時候會覺得說，或者黃金也是一個好選擇，對，就是你要能帶走，因為你如果今天買股票，比如說你透過複委託什麼，如果台灣真的發生什麼事情，你這個東西很難帶走，對吧？但是如果今天是黃金，有機會，對，你可以帶出國，然後呢，各國都會認證這個黃金，對，不需要再對你做什麼 KYC 各類，你就很容易把黃金換成當地的貨幣啊什麼的。但是呢，黃金的前提是你要帶得走，而且它非常的重。但假如說你今天要帶的高資產的話，那就必須要用到比特幣，那也是一樣，全球都有認證，到哪裡都可以換成現金。所以在這邊的話，你來比喻它跟股票就又有點不一樣，對，因為你隨時可以帶走它。然後它的價值性就會體現出來。那所以它今天就算跌個20-30%，你也不用太擔心。為什麼我喜歡跟房價比？因為其實房價一直在跌，對吧？但是呢，你看不太出來，因為它只有交易的時候才能被看出來。尤其它有實價登錄，這邊更明顯，對吧？可是你必須要能快速的出貨。但是房子跟 NFT 有點類似，對吧？它很個人偏見，地理位置也很大的影響，對。然後呢，這棟房子有沒有什麼問題也有很大的影響。可是比特幣就不是了，比特幣就是你隨時要出，它都長一模一樣。所以那時候很多人在買 NFT 的時候，你幹嘛買 NFT？買比特幣還好。很多人會說，我持有100個什麼 NFT， 那沒有意義。你今天持有100個比特幣才屌，你懂我意思嗎？所以說，同樣的，你今天如果願意花幾千萬台幣甚至於幾億台幣去買房子的時候呢，或者可能是你第2件、第3件的話，那你要想，今天如果你可以持有 Bitcoin， 那是不是更好？那另外我那天還聽了一個很好的說法，就是很多人會說，他會去貸款買房子，貸款買房某方面來講，也有點像是開槓桿，對不對？那我覺得，當你持有 Bitcoin 的時候，你不需要開槓桿，你可以就是買你覺得你需要買的量。那你還可以做一件事，你可以去抵押比特幣，然後呢，你可以賺微微的收益，然後同時用這個資金去購買你想要購買的房產，然後呢，用這個賺到的利率來去支付你要支付這個房子的房貸的利息。所以它有不同的策略，是你当你把它做好，當然這邊一定某個程度上可能是超額抵押，對，就是可能你需要比如說你要買的房子是300萬好，那你可能要持有1000萬台幣等值的比特幣，才能真的去 cover 你這邊所要支付的這個房貸的利息哦。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去看說你整體的這個配置哦，那盡量不要開槓桿，盡量不要說你就300萬，然後你要去買1000萬的房子。當然很多人都想要這麼做的，但同樣地理位置也可能也告訴你說，更好的決定是現在不要去購買房子，然後你可以用你在比特幣抵押所賺到的利息或者換來的現金去租房，也是一種選擇哦。但至少能告訴你一件事情，就是說，當你持有比特幣的話，你就不需要去看銀行的臉色來決定說你今天要抵押它能貸款到多少錢。對，因為你今天如果是房子的話，你要去2貸whatever， 對吧？或者你今天是要抵押你的房子去借錢，都需要看銀行的臉色，看它建價的方式的。可如果你今天是持有比特幣，你就不需要去想這個問題。所以今天這一集我想要講的就是比特幣的整體的流通，它是非常好的。然後在今天市場上來看，我還是非常非常的 bullish。那大家也知道一件事，比特幣是美股的一個 beta， 意思就是說美股今天漲1%，比特幣可能就可以漲個3%這樣子，或者5%。那同樣的反之，美股跌1%，比特幣可能就會跌5%。那所有的 altcoins 呢，基本上就是比特幣的 beta。更大的 beta， 所以說，假如說今天比特幣跌5%，那其他的這些 altcoin 呢，可能就會跌到10%、15%，就是這些 mega altcoins 嘛，像是比特幣今天漲，那這些東西可能就會漲更多；那比特幣今天跌，這些東西可能就會跌得更多。對，所以我覺得這邊就要去想一下你的 risk averse， 但這裡面有很多這些不一樣的因素會出現，比如說今天 Zcash 漲嘛 ，Zcash 前面也漲過一波，從30幾塊錢上來，大家認為說它是下一個這種更隱秘的比特幣，雖然它在 near 這個鏈上面，當然它也是2100萬顆，然後是一個古老的幣種，對，然後也出現一個漲幅，所以市場上還是對某些的幣種呢，它是有一定的這個這個偏見，然後覺得說它可以成長。那其中的原因也是因為 Zcash 有被告過嘛，然後呢被美國政府告，那好像也是不了了之，然後呢
大家對這個可能也是一個 bullish 的訊號，所以對於交易者的話，他可能就會嗅到這些味道，大家可以自行去做決定。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些其他的一些這個我覺得比較有價值的資訊哦。那就是看 DeFi Llama 上的訊息哦。DeFi Llama 現在整體的去中心化金融的鎖藏量來到了這個1410億美金哦。那穩定幣哦也是另外很好訊息，是這幾周我們一直在看的，因為我覺得穩定幣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這個 indicator 來告訴你說市場有沒有在成長哦因為就到底有多少的美金換成了在區塊鏈上面的這個代幣哦。所以如果我們來看的話，我們就把這個往後再拉一點，我們就拉到2025年好。2025年整個比特幣和這個以太坊，還有像 Solana， 還有像 Tron 這樣的穩定幣大概是2520億美金。那我們也知道說，其實在12月開始的時候，我們就開始一直下跌，對，市場一直往下跌。但是你注意看雖然市場在下跌的情況下，比特幣的穩定幣的整體的量還是在往上升從3000億美金整體的這個穩定幣的流動性到現在3170億美金所以它也是持續在成長，而且是有個3到5%的成長每個月所以这告訴我們說，其實市場非常認可這個區塊鏈上的穩定幣，也認為說它是一個全新的支付方式對。那其實我們在比如說近期像我在旅遊的時候，都會一直用到這張卡我也是很推薦給大家這張卡。那我寫過幾集文章在講這個EtherFi 的這個 card， 那也有很多 YouTuber 在講。那 EtherFi 卡很特別，就是說它在某些特定消費上可以達到10到15%的這個 cashback， 就是那當然它的消費金額是比較小，比如說你今天買這個10美金的餐，它可能就還給你1塊錢，就很瘋狂。然後我甚至於試過那種1000美金的，他也還着100美金回来，cashback 是馬上，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它換成 U 什麼的。這個我覺得這是最重要一點，因為大部分的銀行它可能是1個月後才給你這些 cashback， 而且有各種的規則，我要的就是現金這樣子。對，然後他如果使用他的金卡呢，這也是只要用我們的推薦碼就有機會獲得到它的這個金卡。那你可以到我們底下留言看的 EtherFi 的金卡的邀請那我们的邀請碼就是這個 Mr. Block EtherFi。那我們基本上如果你它有一些規則，就是你開卡使用後，然後你可以到我們平台寫這個推薦碼，然後就會有機會。像這位也有來問說還有金卡嗎？你只要有用我們的推薦碼，然後有開始使用就行。因為之前我推過很多人就是他可能完全沒有用，然後就要變成金卡，就很難。金卡它是4%，然後它原本是無上限，然後它現在有上限了，大概是到5萬美金，就是你花5萬美金，它可以給你 cashback 這樣子。然後呢，它有一些特別的一些福利比如說你如果存錢在裡面，對，然後你想要賺一些收益的話呢，它 U 的收益呢可以達到 4.23%。那它的 cashback 就它的回饋呢是用以太作為回饋所以你也可以馬上把它再存進去，然後是有 3.32%。如果你看好以太，當然你也可以直接把它賣掉。如果你想要那個 cashback 是維持在好的數字上的話，像我自己是還沒有把 cashback 賣掉，所以它以太跌我就虧，以太漲的時候我上面的這個收益就往上升這樣子。那這個他們現在也有 travel， 就是說你訂房的部分的話呢，也會有一個這個費用的減免所以其實我認為是差很多。我曾經有拍過一集直播，就是我去訂東京的飯店好像原價1個晚上是1500美金吧，然後呢透過 EtherFi 訂只要800多美金吧，對，然後你還會有一個5% 的 cashback 吧，但它活動的這些每次都不一樣，所以我覺得對於在 crypto 裡面賺錢了，想要花 crypto 的話 ，EtherFi 是一個很好用的卡。這樣，那大家如果想要看我之後再介紹更多關於 EtherFi 卡的話，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其實我拍過很多集在講這個 EtherFi 卡的介紹，我看一下這樣打會不會跳出來。然後呢，有寫過很多他的一些的相關文章。那其實 EtherFi 團隊也來到我們活動演講過很多次所以我覺得用我們推薦碼的好處在那。當然，我覺得還是大家自己去決定為什麼要用。你看這位也是用我們的推薦碼，然後就拿到了這個 EtherFi 的金卡。所以我覺得使用我們推薦碼的機會還是蠻高的，因為用的人真的很少，所以我們就直接看到了，然後就幫你推薦。當然，如果說你今天是用我們的這個推薦碼，然後呢沒有使用的話，那你要拿到金卡的這個機會通常就相對的這個低所以還是建議大家可以就是先使用，然後呢再告訴我說你還沒有拿到，然後想要拿到。好了，那這一期直播我們就到這了。記得加密貨幣投資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懂的話呢，絕對不要亂碰。今天講的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aid today. It'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那一樣 EtherFi 的推薦碼就是 EtherFi Refer
MRBLOCK。那我們下期見，拜拜。